他是死神重生，一身惡魔之一，能力大幅提升，不放過任何 OZ 部队，全部洗劫一空。喲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這裡是解析系列。上期我們看了死神高達，雖然最後被公開處刑，直接炸成廢鐵，而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他是怎麼身披惡魔披風再次回歸。好，在開始之前，老規矩，先看一下影片的目錄。咱不扯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從地獄爬回來，比原版死神更兇狠的機體。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上期說過，由於破曉作戰，死神高達也是吃了個大鱉，想自爆帥一下，還要失敗了，最後也被 OZ 俘虜。而 OZ 為了徹底摧毀殖民地的反抗意志，也搞了個全球直播，把死神高達炸成了廢鐵。俗話說得好，殺雞不掏肺等於沒學會，又要銷毀又不徹底的銷毀，還把殘骸當研究樣本又運回了月面基地。而月面基地囚禁的正是被逼開發反高達的5位博士，其中就有死神高達的生父居博士。當居博士看着這一堆殘骸，簡直就是老伙計見面了，想不搞點事都不行。就這樣，地下工程必須開始。在以前，原版的死神可是居博士一個人完成的，而現在是5位博士夾手夾腳一起來，加上月面基地有着一大堆的 MS 零件，簡直天時地利人和啊！就此，我們的主題誕生了 ，XXXG01D2 地獄死神高達誕生。它可不是簡單的修復，而是以宇宙專用終極刺客為目標。畢竟整個後半場都要在宇宙打。如果說原版的死神是暗影刺客，那地獄死神可以說是惡魔級的收割者。能做到這個稱號，靠的就是3大強化。第一個就是強化隱身，由於在原版干擾器上新增了設備，世間再強的雷達都未必能發現它。而第二個就是提升機動性，全身都配置了輔助推進，宇宙這種無重力的環境再也拿它沒辦法了。最後一個就是它的惡魔外衣，可動式斗篷，合着就夠嚇人了，展開後更嚇人，簡直是惡魔展翅，不但反雷達，還增加防禦。再搭配着強化的光束鐮刀和光束護盾，不但適配宇宙，還威力翻倍，妥妥的魔改。不過雖然很猛，但是一波三折。由於 OZ 內部的革命爆發，月面基地直接亂成了一鍋粥。地獄死神在完成了70%就被迫先跑。不過還好，奧迪畢竟是機械鬼才，他靠着一邊潛伏一邊打劫的方式，硬生生把零件湊齊，單靠自己就把地獄死神補全。也讓這台地獄歸來的殺神回歸隊伍，繼續死磕 OZ。好，這台披着惡魔斗篷從地獄歸來的機體是怎麼設計的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這台地獄死神的全身設計。全高為16.3米，重為7.4噸，裝甲材質為高達尼姆合金。在整體構造上，跟死神高達最大的區別就是多了一個特殊裝備——可動式斗篷，可以覆蓋整個上半身。這讓它在宇宙中，不管是防禦還是飛行姿勢控制上，都帶來了很大的幫助。老樣子，我們從上往下看頭部，一個暗黑感知中樞。地獄死神的頭部比起原版的死神高達，算是做到了精準升級。外觀風格上依然延續了簡約風格，不過頭部的裝甲強化了，在後面和兩側都有裝甲覆蓋，比以前更廣泛。這也讓頭部的防禦直接拉滿，可以更好的抵禦宇宙戰場的榴彈攻擊。在頭部的邊緣添加了白色線條點綴，看起來更有設計感。當然，這也不是純好看的，這條白色線條本身也帶有增幅干擾系統的效果，能讓隱身更上一層樓。在頭頂冠狀裝甲內依然是前後主攝像，在主攝像的下方是 V 字形天線，這是屬於高敏感度天線，從形狀上來看改變不大。搭配着雙眼攝像，可以形成頭部的偵測系統。只要配合干擾系統，就算在宇宙中也能精準鎖定目標，不會因為環境的變化而失明。在 V 字形天線的兩側是它的火神炮，
這個火神炮比起原版死神，它的口徑更大。由於肩部的機關加農炮被取消了，所以它也是唯一扫射武裝，自然威力也大幅提升，可以做到近戰中補傷害，把敵軍關節射爆。好，頭部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：地獄死神的頭部是感知、火力、防禦3重升級，擴大的裝甲提升了生存率，加大口徑的火神炮補全了近戰火力。保留的核心侦測網搭配增幅干擾，完美適配宇宙戰場的隱秘需求，比原版更全面、更抗揍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往四肢看，全域機動戰體，在肩部的上方是可動式斗篷，這也是地獄死神最大的特點。一共6片裝甲，分別是2小4大，通過身軀上方肩膀的位置的機械臂固定，手臂的前後是大裝甲，兩側是小裝甲。由於可動，所以當完全展開後，猶如惡魔展翅，視覺威懾力直接拉滿。而且展開的狀態下，四肢運動性也會提升。在這6片裝甲的表面是抗光速鍍膜，連戰艦主炮的光速也能扛一扛，所以這跟移動盾牌沒什麼區別。在裝甲的內側是它的直視噴嘴，這也讓可動式斗篷可以精準控制機體姿勢，做到迅速切換攻防姿勢。在斗篷的內部就是手臂了，肩部裝甲做了全面改良，捨去了原本的大肩甲，回歸了最簡約的模式，而原本的推進器也取消了，只留下最基礎的直視噴嘴，搭配着背包推進和斗篷控制，可以高速移動或者變向時保持穩定。手臂的裝甲也做了防禦提升，近戰中就算被敵機擊中手臂，也不會輕易失去戰力。在左腕的側面是專門對接光束護盾的接口。接下來我們往下看腿部，改動上不大，也就是裝甲變化。腰部左右護甲延伸到了膝關節，而膝關節和踝關節的護甲也做了一定的調整，覆蓋範圍擴大，防禦性增強，能更好的對應宇宙戰場的複雜衝擊，讓腿部關節活動性保持的高水平，在無重力的環境下，靈活性不輸原版，甚至能做到更複雜的近戰動作。好，四肢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：地獄死神的四肢是攻防一體的核心，可動式斗篷兼顧防禦、機動、威懾3大功能，手臂防禦增強了生存率，腿部的裝甲提升了防護，整體完全適配宇宙近戰，讓死神高達扛得住、轉得快，近戰的壓制力翻倍。接下來我們把機體轉個身，對，藏在裡面的推進背包，隱身與推力的宇宙核心引擎，整個背包被可動式斗篷完全覆蓋。當展開斗篷時，就能看到本體了。從背包的形狀上看，其實變化不大。由於機體各部位都新增了輔助推進，所以跟背包推進形成了很好的搭配。這也讓死神高達完全擺脫了原版地面特化限制。在背包的下方是一個高出力推進器，當噴射時可以發揮出最大輸出功率，提供了足夠的宇宙航行高速衝刺推力，不管是長距離奔襲還是近戰擾後，都能跟上節奏。在背包的兩側有一個突出的部件，那是高性能干擾器的粒子發射口，延續了原版的干擾功能，不過它有做改良，干擾效果比起原版直接翻了1倍，在宇宙中也能發揮穩定的作用。發射的特殊粒子可以讓敵機的雷達失效，再搭配頭部線條的增幅效果，隱蔽性比原版更強，貼臉靠近，敵機都很難發現它。好，背包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：地獄死神的背包是宇宙隱蔽機動的動力核心，高出力的推進器提供了足夠的推力，翻倍效果的干擾器提供了隱身的保障，搭配着身體新增的輔助推進，既解決了宇宙航行的推力需求，又強化了核心的隱蔽能力，這是死神高達的定位關鍵。好，最後一個了，我們把目光集中到身軀，干擾增幅的防禦作戰。由於地獄死神的身軀設計圍繞的是干擾強化和防禦提升，所以沒有什麼多餘的裝飾，一切只為宇宙戰使用功能。在原本肩部的位置取消了原本的機關加農炮，在接近肩膀的位置是一個固定的機械臂，用於連接可動式斗篷。整個身軀裝甲分布更為均勻，搭配着可動式斗篷的覆蓋，整個上半身幾乎都是全方位的防禦，不管是榴彈還是光束武器，都已經是濕濕碎了。
在胸口的位置是大型空氣導管，用於內部的冷卻散熱。在空氣導管的外圍有着6條類似肋骨的黃色組件，這是胸裝式肋狀干擾器。當然，雖然它也叫干擾器，但它本身並不會製造干擾粒子。它的主要作用是增幅，它可以把背包的干擾器所釋放的特殊粒子放大、擴散，讓隱蔽效果可以更持久、更廣泛。就算在宇宙的大範圍作戰，也能保持隱身狀態。而它的腹部的位置就是它的駕駛艙了。另外，由於身軀內部結構的優化，所以宇宙作戰的能量分配也更為合理。推進器、干擾器、武器系統同時運作時，能源分配會合理運作，做到不會出現動力不足的情況，保障了長時間作戰的穩定性。好，身軀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：地獄死神的身軀是隱蔽和防禦的保障核心，肋狀干擾器放大隱身效果。均勻的裝甲搭配着斗篷覆蓋，可以強化防禦。內部結構的優化能保障能源的分配。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死神高達可以在宇宙戰場中藏得住、扛得久，為持續進戰提供堅實的基礎。好，駕駛員部分在上期說過，這邊就略過了。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機體實戰狀況，來聊聊戰役部分。首先是他的首戰——地獄死神的歸來。緊接着上一期的戰役，死神高達來到了宇宙，真的是各種吃癟。由於機體屬於陸戰模式，又是近戰機，來到了宇宙，面對陶拉斯這種遠戰高機動 MS， 迪奧也是沒有辦法。想當年我2手插都沒怕過，現在竟然要學笨蛋西羅。說着直接啟動自爆，結果還失靈了。屌，唔係咁樣衰啊！就這樣，死神高達被繳獲，為了可以打壓反抗意志，直接用直播的方式銷毀，可惜銷毀後的殘骸卻被回收研究。茲巴諾夫研究完打算廢棄，但卻被博士們收回。就這樣，博士們開始暗地的修復升級死神高達，也重新命名地獄死神。就在完成到70%時，OZ內部開始內訌。茲巴諾夫覺得無人駕駛才是主流，博士和駕駛員不需要存在，而特列斯和雷蒂則反對這一做法。就這樣，雷蒂開始反攻，並解救了迪奧和張武飛。就在外面打得轟轟烈烈時，地獄死神出場。要現在逃嗎？想當年我2手。好了，懂，開幹。此時一炮打來，地獄死神完全無效，隨着轟的一聲，地獄死神斗篷一展，光束鐮刀雙刃噴發，眼睛一閃，直接爆砍，然後開始旋轉啟動鐮刀推進器，一個圓月砍擊砍倒一片。隨着戰火的蔓延，離開戰場，戰役結束。緊接着第2戰，地獄死神修復。經歷了上一戰離開後的迪奧潛伏了起來，開始打劫。一個 OZ 運輸隊正在運輸物資，這時他發現了前方有戰鬥跡象。就在他們疑問時，全隊開始電波干擾。這時一個黑影出現，斗篷展開，地獄死神也黑影出現，然後光束鐮刀一舉，直接砍爆一台。全體開始攻擊，地獄死神直接插頭，然後火神炮掃射。就在對方模糊時，把插頭的 MS 直接丟了過去。接着一個老鷹撲食爆頭，然後插爆運輸艦，再一個光束護盾把最後一個撞爆。就這樣收穫滿滿，戰役結束。這時的地獄死神也完成到了80%。回到殖民地後，迪奧把剩下的 OZ 零件換成了自己需要的，開始繼續修復。接下來是第3戰，地獄死神 VS 飛翼04。由於飛翼04現在特蘭特手裡，而特蘭特由於自己本身的資質不行，在實戰測試中差點沒命。不過作為技術人員，求知慾還是很強的。為了徹底摸清04系統，他開始尋找高達駕駛員。就這樣，特蘭特以威脅的方式找到了迪奧。在迪奧的實戰測試中，04系統啟動。在這無數的未來中，迪奧看到了自己一炮打向了殖民地。隨着殖民地的爆炸，希爾達也被炸死。就在此時，迪奧清醒，我靠，這麼刺激的嗎？這哪是人類可以開的？當回過神，才發現這些都是04的預測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茲巴諾夫的部隊也來了，要逮捕特蘭特。而特蘭特直接把迪奧丟出駕駛艙，開着飛翼04就衝了過去。而迪奧也被趕來的希爾達救下。回到運輸艦後，迪奧立馬啟動了地獄死神，隨着斗篷的展開就飛了過去。這系統根本不是人能控制，何況還嗰條插頭。
此時的特蘭特也殺瘋了，滿腦子都是來，我要看未來。就在非104打算報殖民地時，地獄死神一個砍擊連砍，完全追不上速度。怎麼你前列腺堵塞影響操作了？迪奧氣了，全力一刀被非104格擋。屌，唔係咁撚勁啊！非104甩盾卸了對方的武器，然後一個衝刺抓頭，雷玩遠了。結果未來顯示，迪奧拿出自爆器一起自爆，嚇了特蘭特一跳，趕緊踢開了地獄死神。怎麼你做噩夢了？非104直接遠處開槍，地獄死神光速護盾射擊，兩股力量碰撞，非104被彈開，特蘭特也爆了頭盔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第4戰狙小隊的回歸。在結束了上一個戰役後，發生了很多。山谷王國從建立又滅亡了，白色獠牙的革命也開始了，迪奧也越來越迷茫。最後他找到了卡特爾，也表達了對於戰亂的煩惱。卡特爾也跟迪奧說了關於地球的經歷，也希望聚集其他高達小隊，但迪奧依然猶豫。經過思考後，還是決定回歸。就這樣，地獄死神飛出殖民地。就在回歸的過程中，看到了卡特爾在激戰。沙漠高達由於不適應宇宙而沒法發揮，特洛瓦駕駛的陶拉斯也快撐不住了，直接丟槍，不中再丟，還是不中。就在此時，地獄死神現身，然後直接一刀砍飛對方。我是不是很帥？迪奧說道，然後一刀插中對方的頭，接着把敵機舉起，再甩了回去。就在對方懵逼時，一個光速護盾射擊，直接把敵機連腰射斷。隨着敵機的爆炸，戰役結束。好，最後一戰希爾達救援戰，經歷了上一戰後，地獄死神回歸狙小隊，中間也打了各種小戰役，也就是大家團隊作戰不行，打得一塌糊塗。最後卡特爾利用臨時指揮，最後大家合作打勝仗。這個戰役的亮點是卡特爾，迪奧也只是個 KLF， 所以就不細講了，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就行，等解析沙漠高達時再詳細的描述。而在這次戰役結束後，希爾達也趁機混進了運輸機，打算偷結構圖。就在偷完離開時，被白色獠牙發現，並派出了莫修利和拜葉特追擊。希爾達加速前往和平號，邊跑邊求救。睇到我，敵我！這時的迪奧一聽這聲音，這傻丫頭，地獄死神立馬趕了過去。就在希爾達快被爆頭時，地獄死神趕到，用斗篷擋住了攻擊，然後眼睛一亮，直接一鋤頭甩了過去。莫修利光速刀對抗，然後電磁排列擋格，拜葉特後方補槍，莫修利也趁機補刀，這配合也是專業。希爾達告訴迪奧，這兩台機有駕駛員數據，一個是希羅，一個是特洛瓦。屌，乜咁大整蠱啊！此時兩台機開始同時射擊，莫修利直接光速軍刀攻擊。而拜葉特打算偷家，地獄死神翻蓋彈開兩擊，然後一個回馬槍直插拜葉特。這時候的莫修利還想用電磁攻擊，被地獄死神直接甩開，雷玩遠了，直接一刀兩斷，戰役結束。好，戰役看完，接下來我們簡單盤點一下它的武裝部分，一個一個的來。先是射擊類火神炮，近戰的火力補充。本期的設計由於移除了原版的機關加農炮，只保留了火神炮，所以火神炮等於扛了實彈武器的責任。也因為這樣，它的口徑也加大了，破壞力比原版更強，也不再是那個只能騷擾的武器，在近戰中可以直接掃射。由於宇宙是沒有空氣阻力的，火神炮的彈道和攻擊更穩更強，可以做到近戰的收割。第二個，防禦類光速護盾。攻防一體的關筒型殺器，整個盾牌的設計改成了關筒型，在視覺上跟死神是真的搭配，威壓力滿滿，而它本身的強度依然很猛，可以抵禦常規的武器，防禦性絲毫不減，在盾牌的兩側依然是實體刀刃，近戰中是能抓能砍能切，在刀刃的中間可以放出光束刃，這個光束刃也做了威力的提升，刃體也變大了不小，可以直接貫穿敵機的裝甲，一擊拍倒。在盾牌的內側是一個固定的插栓，可以用於左臂的緊密連接。在盾牌的後方是兩具強力推進器，射出的速度比原本更快，而且還能靈活改變方向，以旋轉的方式刺向敵機，實現了偷襲和防禦的無限切換。
好，最後一個光束鐮刀，死神的雙刃收割刃，這是一個握把可以伸縮的武器，當不使用時可以縮至最短，直接掛在腰間，完全不影響機動性。而使用時可以把它拉長，長度可以按情況調整。面對近距離可以短柄砍擊，中距離可以長柄刺擊，也可以直接丟出去攻擊遠處的敵人。而它跟原版最大的區別在於刀刃，光束射出口從以前的1個變成了2個，這讓光束鐮刀變成了雙刃鐮刀，破壞力是原版的4倍，連高達尼姆合金也可以輕鬆砍斷。另外，在鐮刀的後端帶有一個推進器，當它使用時可以提升砍擊的速度，自然威力也直線上漲，一刀兩斷。好，本期的解析就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，請給我點個讚，這對我很重要。而下期我們就講講，大家想看哪一台？要不就神龍高達吧。好，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。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 CM，我們下期見。